Hello 啊，各位好啊，歡迎翻到嚟 Tommy 嘅 channel。呢份廣告咧就差唔多係1個月之前寫㗎啦。不過咧，我諗大家無論喺咩時間去睇呢段影片都好啦，以下呢句説話應該都係正確㗎啦。近來喺美國又發生咗幾宗嘅槍擊事件，死傷無數，亦都令到美國民眾喺選擇收緊槍械管制同埋捍衛持槍自由之間咧爭議聲不斷啊！我諗對美國歷史同埋政治環境唔係話好認識嘅一啲觀眾咧，第一個嘅反應都係呢個連 Kinder 出奇蛋都唔能夠賣嘅國家，竟然係容許所有嘅人去買到 AR-15半自動步槍去胡作非為，然後咧美國人就好似乜都做唔到咁。咁所以啦，今集 Tommy 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睇法。究竟捍衛持槍權利嘅一方，佢哋一直聲稱要捍衛嘅美國憲法第2修正案，由始至終有冇保障過所有嘅美國人持有槍械嘅權利呢？又或者呢個嘅權利係唔係我哋開國元老原本嘅初衷呢？呢個嘅權利又點解係建基於一個平平無奇嘅標點符號逗號上邊呢？咁過去呢個禮拜咧就去咗優勝美地嘅國家公園啦，真係地如其名，都非常值得大家去觀賞嘅。揾個時間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而呢一集咧，我哋要講到美國嘅歷史啊，可能就會比較沉悶嘅各位觀眾。先同大家講一講究竟第2修正案係點樣講㗎嚇。希望大家先放低呢個個人嘅政治主張啦，嘗試去理解一下個中嘅意思。留意中間嘅3個逗號。A well-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咁如果大家要花少少個時間去咀嚼一下嘅話咧，可以撳下下邊嘅暫停按鈕啊。不過咧，我都想先同大家分享一下美國嘅歷史，究竟第2修正案寫落嚟嘅時候背景係乜嘢咧？咁我諗大家應該都會知道美國國慶日係邊一日啦啩？差唔多到啦喎，係1776年嘅7月4號啊。當時咧喺美國嘅國會嘅前身即係大陸會議上邊咧，就批准咗美國獨立宣言。但係呢個時候嘅美國咧，仲未係一個我哋今時今日可以想象到嘅實體國家嚟噶。因為仲喺度做緊乜嘢咧？喺度反英抗暴，一直喺度打緊仗啊。而當時呢個大陸會議所領導嘅美國政府咧，成員係包括咗當時13個州各自派出嚟嘅代表。相比起今時今日嘅聯邦政府，由於佢缺乏咗組織聯邦軍隊同埋徵稅嘅權利啊，佢擁有嘅實權咧其實非常非常之少噶。充其量咧都係呢啲嘅州份對外嘅一個公關部門。最後喺1783年，英國投降啦，兩國簽訂咗巴黎條約。但並唔係所有嘅美國人都認同呢個新美國成立嘅願景噶。一啲依然去效忠英國啲所謂嘅保皇黨啦，佢哋就要北望神州，所以咧就走咗佬去隔離嘅英屬嘅魁北克省。題外話啦，現代嘅加拿大魁北克嘅獨立運動咧，同呢度嘅歷史咧有少少嘅關係噶。無論如何啦，當一啲人佢哋要移居去外地啦，當地嘅經濟喺短期之內咧，當然就會出現咗少少嘅危機啦。然後政府又冇晒錢啦，要向啲市民去徵收下稅金咯，去拍賣佢哋嘅農田咯。所以最後咧就出現咗一個嘅農夫嘅起義事件啊。1786年嘅謝師起義，農夫自稱為愛國者佢哋包圍咗呢個法院，但係最後俾政府軍去鎮壓佢哋。咁你話呢件事係咩咁重要呢？就在於當時啲擁有權力嘅知識分子，呢啲所謂嘅權力階級啦。佢哋係感受到嚟自呢啲低下階層嘅呢啲嘅壓力啦，佢哋亦都明白到啦我哋呢個冇強大嘅聯邦政府嘅美國將係會無疾而終啊。所以喺呢個訂立新憲法去成一個新嘅聯邦政府嘅呼聲之下咧，喺1787年嘅制憲會議喺費城發生咗啦。會長係邊個咧？係華盛頓啦。而喺呢個嘅會議上邊做咗好多影響到今時今日美國政治呢個制度嘅決定啊！而大家亦都唔好誤會我哋通通都係啲所謂民主嘅捍衛者，因為咧佢哋都係一啲有家底啦、有學歷啦、有人脈啦、有軍功嘅人啊。其實佢哋最終嘅目的咧，就只係想保留佢哋既有嘅權力。表面上佢哋拋出咗以立法、司法、行政3權分立嘅民主制度，但係卻暗藏時至今日美國仍然係沿用緊嘅選舉人制度，防止一啲
係不被呢個權力階級所允許嘅人係擁有權力啊。而呢一個嘅會議亦都做咗好多妥協嘅決定啦。例如國會嘅議員係點樣揀出嚟嘅呢？點解美國嘅上議院即係參議院嘅議員嘅數目係唔依州份嘅人口呢？仲有啦，當時縱然係唔允許呢啲嘅奴隸去投票，但南部嘅州份佢係希望加埋佢哋嘅人口，以增加代表嗰啲州份嘅議員嘅人數同埋分配嘅稅收，有咗3/5嘅妥協。無論如何啦，最後美國憲法喺1788年正式生效，亦都喺之後嘅1年，今時今日我哋大家認識到嘅第一屆嘅美國政府正式成立咗啦，總統亦都係華盛頓。咁當大家以為美國從此咧就可以穩定啦、和諧地發展咧，少年你又太年輕咯。剛剛提到啦，要訂立憲法嘅一群咧都係有勢力嘅人。佢哋主張聯邦政府係強大㗎，我哋統稱佢哋為一啲聯邦派啊，由 James Madison、Alexander Hamilton 同埋 John Jay 去領導。佢哋所講嘅意見咧就係聯邦論。相對嘅有好多人特別係呢啲嘅農夫啦，佢哋擔心一個強大嘅聯邦政府有朝一日係會威脅到佢哋嘅個人權利，亦即係所謂嘅反聯邦派，以 Thomas Jefferson、Patrick Henry 同埋 Samuel Adams 為首。佢哋希望憲法入邊可以確保州政府係有能力去抗衡聯邦政府。而呢兩批人嘅對立咧，亦即係我哋今時今日美國兩黨政治嘅雛形啊！喺反聯邦派嘅壓力之下，聯邦派嘅 James Madison 喺國會提出咗20條嘅修正案，喺不停嘅討論啦，去修改之後咧，2年之後，最終達成咗共識，通過咗統稱為美國權利法案對憲法嘅頭10條修正案。添加咗原本係冇明確去表明嘅保障宗教啦、言論啦、新聞、集會、公平受審等等嘅權利，亦都包括咗第2修正案之下民兵保留同埋攜帶武器嘅權利，仲有後來影響到女性墮胎權等等嘅第9修正案啦。咁當然啦，你如果從一個聯邦派嗰邊嘅人佢原本嘅角度去睇啊，雖然你話憲法係冇明文規定呢啲嘅權利，但係喺三權分立同埋政府根本就係人民去由民主喺個制度產生出嚟嘅話，呢啲嘅修正案係唔係有咁嘅必要呢？係唔係架床疊屋呢？無論如何啦，咁我哋喺呢一度先去講一講，究竟第2修正案之下所指嘅民兵係乜嘢啊？之前同大家分享美國感恩節嘅來源啦，你應該都會記得嗰啲殖民者佢哋做咗啲咩好事嘅啩？而喺嗰個嘅年代，基本上咧所有嘅成年嘅白人嘅男性咧都會持槍㗎，亦都因為咁樣佢哋有機會最終打贏英國嘅軍隊。而喺戰爭過後啦，反聯邦派嘅人佢哋就好驚咯，喂，新政府你慢慢穩定落嚟，咁咪要我哋解甲歸田咯。甚或者呢個政府可能會變成呢個暴政，好似英國咁樣嘅喎，係嘛？剝奪咗佢哋嘅自由。所以咧就要求呢個聯邦政府要保留佢哋呢啲嘅民兵，同埋最緊要啦就係做呢啲民兵你咪需要啲槍械嘅，亦即係好似第2修正案上面咁寫㗎。只不過啦，你話美國慢慢去穩定嘅發展落嚟啦，聯邦政府亦都有自己嘅軍隊啦。咁其實民兵嘅角色咧，慢慢喺歷史上面消失。亦都慢慢演變成我哋今時今日認識到嘅國民衛隊啊！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可以翻去第2修正案嘅文本啦。咁可能大家會覺得佢好難理解啊！正正因為咧，按照今時今日嘅英語文法咧，佢係一句不斷句 run-on sentence 啊，3個嘅逗號佢哋放置不當，造成咗意思不通。喺學校寫嘅話咧，就一定係唔合格噶啦。咁所以對佢嘅解讀咧，就視乎睇嘅人係邊個啦。如果你最注重嘅係民兵 militia 呢個字嘅話咧，你就會側重第1同埋第3個逗號，中間嘅19個字咧都只係喺度修飾之前嘅一個字 militia。第2個逗號咧就只係一個停頓嘅意思嚟嘅啫，有冇都冇乜所謂噶啦。咁所以咧意思就會變成一隊紀律良好嘅民兵不可被侵犯。如果你比較中立嘅話咧，咁你就會比較側重第1同埋第2個逗號。而逗號同逗號中間嘅句子咧，就只係修飾緊之前民兵嘅呢一個字，亦即係話啦，由於對一個自由州份嘅安全係必要嘅，所以一隊紀律良好嘅民兵
嘅人民持有同埋攜帶武器嘅權利咧就不可被侵犯啦。按照以上嘅理解，擁有持槍權利嘅係做民兵嘅人民，而呢一個亦都係美國權利法案通過咗200幾年嚟啦，美國人民係對呢個法案嘅認識同埋理解。而聯邦法院都喺呢段時間嘅裁決咧，亦都表明咗第2修正案只係防止緊聯邦政府去限制州政府同埋州政府佢哋嘅民兵，但係冇阻礙到州政府對佢哋自己民兵嘅嗰啲嘅限制㗎。大家可以諗一諗啊，頭先我哋會講到代表聯邦嘅聯邦派同埋代表州份嘅反聯邦派佢哋嘅爭拗嘅，而持有槍械同埋參與民兵兩者係一定要有合理嘅關聯㗎，否則嘅話第2修正案係唔會保障人民合法持槍權利。譬如你唔能夠揸住支槍然後就去合法去打劫然後就話你有第2修正案嘅權利啩。而自我防衛呢一個字咧，喺憲法同埋喺權利法案入邊你都唔會揾到㗎。而風平浪靜咗即係200幾年啦，點解今時今日有好多人都會認為持槍係所有美國人不論目的嘅權利咧？咁你呢個咧就同上世紀70年代起嘅政治嘅環境同埋美國影響力最大嘅遊說團體美國全國步槍協會 NRA 好有關係啊！成立於1871年 ，NRA 當時充其量咧都只係一個步槍嘅俱樂部，舉行一啲可能射擊嘅比賽啦，去教育下美國人點樣去使用槍械，甚至喺1930年到1960年嘅年代，同美國政府合作，去防止槍械非法轉移同埋推廣槍械嘅管制。但到咗後嚟嘅70年代起遇上咗呢啲罪案嘅頻生，亦都令到呢個協會嘅領導層出現咗一個重大嘅變化佢哋對槍械管制嘅睇法一夜變色，不斷嘅去強調第2修正案嘅最後一句，主張個人先係擁有槍械嘅權利嘅人，同究竟佢哋係咪民兵完全無關。利用選民對罪案嘅恐懼，宣揚好人持有槍械係對抗持槍嘅壞人嘅唯一選擇。為槍械生產商背書嘅佢，亦都不惜工本嘅去影響美國唔同嘅選舉。For you, Mr. Gore, from my cold, dead hands. 為候選人去維護擁槍權嘅取態去評分，發表一啲嘅成績單，直接影響到選民嘅投票意向，亦都令到美國近代哪怕係聯邦又好，哪怕係我哋左傾嘅加州都好，管制槍械嘅法案毫無立足之地。然後嚟到2008年，喺社會大多數已經潛移默化，認為喺人民可以合法持槍嘅大環境之下，聯邦最高嘅法院作出咗歷史性嘅裁決。2008年哥倫比亞特區訴海勒案，最高法院話美國公民有權擁有同軍隊服務無關嘅槍械。喺5-4嘅裁決當中，法院引用咗第2修正案攜帶武器嘅權利，並且推翻咗首都華盛頓嚴格限制喺該市使用手槍嘅法律。佢亦反駁咗關於憲法起草者喺第2修正案當中包含民兵一詞，以將武器限制喺服兵役嘅人嘅論點。法官 Anton Scalia 喺裁決入邊指出，第2修正案嘅第2個逗號將成句句子一分為2，一個序言同埋一個實際操作嘅詞句，而之前嘅序言係唔會對之後實際操作嘅呢句句子有任何嘅限制作用。所以修正案嘅意思就變成咗一隊紀律良好嘅民兵，對於自由州份嘅安全係必要嘅。逗號然後唞唞氣啦，係嘛？休息下喉嚨先。咦？然後3.3到咗咯，喂，出嚟去整個下午茶先咯。之後再翻嚟講啲重要嘅嘢。人民持有同埋攜帶槍械嘅權利不可被侵犯。句子中嘅另外2個逗號咧，就只係停頓嘅意思。
咁呢度嘅邏輯咧就好似阿 Tommy 啲嘅讀 L 啦，咁啊遇到個心儀嘅對象喎，咁啊好想同佢示愛啦，咁啊我就同佢講我咧我有好緊張啦，其實咧我成日都睇電視嘅，電視上面咧有姜濤啊，咁啊之後咧嗰個對象就覺得好煩啦 ，Tommy 跟住就準備行嘅時候咧，咁啊突然間我就講啦，我愛你啊，咁啊，然後咧個女神就大家好開心啦，係嘛，哇以為係阿姜濤中意佢咁啦。無論如何啦，由於08年呢個對第二修正案釋法式嘅裁決，我同埋你瞬間變成明確地可以擁有合法嘅持有同埋攜帶武器嘅個人權利，民兵存在與否已經變得毫無重要。咁當然仲有上一個月，最高法院推翻咗紐約州對喺屋企之外嘅地方攜帶槍械嘅限制。我諗聽到呢啲嘅裁決無論係 Thomas Jefferson 又好，無論係 James Madison 都好，可以嘅話，佢哋一定係會喺棺材度爬翻出嚟啊！亦都可能係偶然啦。咁啊，近來大型嘅槍擊事件發生嘅頻率咧，的確係比以往聯邦係有槍械管制嘅時候更加頻密，死傷更為嚴重。而其實第二修正案仲有其他嘅爭議嘅，例如啦，除咗逗號之外，仲有大細階嘅問題。點解民兵同埋武器係大階呢？呢度指嘅武器係咪一啲特定嘅武器呢？而今時今日大家見到個版本係國會簽署嘅版本啦，咁但係到咗去到啲州份佢哋簽署去生效嘅時候，版本有少少唔同嘅，有大細階啦，有逗號或者冇逗號嘅分別。例如新澤西州簽訂嘅版本咧，就根本一個逗號都冇。而喺以前你話呢啲逗號都唔係好重要嘅情況之下，咁當然就冇乜問題啦。但到咗今時今日，如果呢啲州份佢話我唔接受喎，係咪啲逗號改變咗個意思嘅喎？係咪代表住第二修正案即刻變成無效呢？又例如啦，究竟呢度所指嘅 free state 係指一個自由嘅州份啦，定係一個自由嘅國家呢？對 people 所指嘅係民兵啊，定係所有嘅人呢？亦都有啲人講啦，就係立國嗰個嘅時代你話根本擁有槍械本身嘅意義就係已經同軍事行動有關㗎啦，根本就同我哋今時今日想像到嘅話持有槍械根本就唔同。咁所以啦，我諗大家而家觀眾你哋都應該會知道問題在喺邊度啦。就好似有兩班人係企喺一個數字嘅一旁，會見到6或者9。兩邊嘅人都同時嘅話要去捍衛第二修正案所賦予嘅權利，然後就各說各話，雞同鴨講，問題始終唔能夠解決。咁當然啦，我個人去猜度開國元老佢哋就唔知係有心又好，無意都好啦，令到第二修正案等等啦，去寫到佢咁含糊不清，可能就因為佢哋根本就唔想去處理呢啲嘅燙手山芋，寧願俾後世你哋自己去解決。面對呢啲大型嘅槍擊事件，有好多人就會話啦，要有更多嘅好人去揸住支槍，可能要為啲學校去添置更堅固嘅校門，甚至要為啲老師醫生護士去添置槍械，將所有對槍械管制視為洪水猛獸，係呢個暴政要剝削人民行使呢啲個人自由嘅一啲嘅權利。我仲記得我之前同啲公司嘅同事去傾偈，佢哋會認為亞洲一啲嘅極權國家入面嘅人民之所以不停嘅被壓榨，就係因為佢哋手上面冇槍械啊。但現實歸現實啦，當年嘅美國嘅民兵可以用一啲嘅鳥衝去推翻到英國嘅軍隊，但今時今日你同我嘅手槍喺冇合適嘅實習之下，唔好話去推翻一個軍事強國就算喺間小學入邊見到個槍手啦，你又可唔可以幫到忙呢？今時今日喺美國，實際上可以保障到人民自由嘅權利，係因為我哋誓死捍衛嘅三權分立、權力互相制衡、由人民選出嚟嘅民主制度依然係行之有效。所以公民嘅覺醒，明白到民主自由嘅真諦，相對嚟講，或者更加重要各位。喺未來要解決有關槍械嘅問題，彷彿我哋要翻去從前，美國人唔會因為恐懼而係要去買槍械嘅環境，只有消除嗰種恐懼被政權剝奪權利嘅恐懼，只有消除嗰種恐懼被壞人剝削生存權利嘅恐懼。喺人民回復理性嘅情況之下，民主社會先可以翻去討論第二修正案等等嘅前途問題。
先可以開始用常理去討論實現槍械管制、加強槍械嘅安全訓練，或者係購買槍械時候嘅背景審查等等嘅議題啊。最後啦，喺片中入邊我都提過喺美國立國之初幾份嘅好重要嘅文件，包括咗獨立宣言啦、美國憲法啦、美國權利法案、聯邦論同埋反聯邦論。咁但係其實咧仲有一份嘅，咁就係華盛頓總統喺卸任嘅時候所講到嘅告別詞啊。你哋曾經為咗一個共同嘅目標而奮鬥，最終亦都獲勝啦。你哋所擁有嘅獨立同埋自由，乃係共同商議所得㗎，亦都係經過咗危難、苦楚同埋成功一同努力嘅成果。華盛頓總統強調團結嘅重要性，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摒棄個人同埋政黨嘅利益，以國家利益為先，令到我哋民主社會得以發揚光大。近來喺美國嘅最高法院作出咗好多嘅歷史性嘅裁決，影響到包括係擁槍權、女性墮胎權、政府部門嘅權力、政教分離嘅實踐，同埋原住民司法嘅權利等等。所有嘅都係影響呢一個自稱為自由民主燈塔嘅國家，乃至係全世界文明社會嘅未來。我真心嘅希望各位移民美國嘅觀眾可以用少少嘅時間去了解一下，亦都希望你中意我哋今日嘅分享。咁唔知大家又對第二修正案同埋近來喺法院嘅裁決有啲咩嘅意見呢？咁希望大家喺下邊留個言啦。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